Are you ready to learn some real Chinese through comprehensible input? Today, we're improving our Chinese in a natural way. I'm going to show you a truth about China that many people overlook. The reality of how young graduates in China live with poverty and pressure in big cities. Many people have an impression about the younger generation in China, about the working schedules, 996 or even 007. Is that real or not? Today, let's pull back the curtain. Hi, 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Giselle。今天我们来聊中国年轻人的贫穷。便宜10块钱吧。现在很多学生毕业出来都找不到工作，这真实的情况。现在，昨晚陪领导喝酒喝到了11点半。贫穷就是没有钱，钱不够花。我刚毕业的时候，我刚离开学校的时候，从学校出去的时候，我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作，我的工资是2800元人民币，折合美元大约405美元，这是我一个月的钱。今天我会带大家去看中国年轻人上班工作一天的真实开销，就是花多少钱。你会听到一些非常自然地道的表达，你也可能会听到一些你可能从来没见过、没有想到过的事情。让我们开始吧。现在是早上8点56，我现在要去赶地铁。下一站，迎风路，开左门。Next is Yingfeng Road. Doors will open on the left. 尊老爱幼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请给有需要的乘客让个座。现在是早上9点，地铁是很多年轻人上班的选择，通勤的选择。通勤就是上班和下班，上班下班就是通勤。因为我住的比较远，我今天的地铁费是8元人民币。上班下班一趟地铁大约是几块钱人民币。我出来了，现在我们去吃早餐。他们手里也会拿着早饭。这是便利店。上班的年轻人会在便利店吃早饭。早饭。这是包子。下一位，早上好。还需要什么吗？因为上班比较赶时间就是时间比较紧，需要准时，不能迟到，比较赶时间，所以很多人在便利店。刚刚那是便利店，里面买了早饭，他们提着塑料袋，拿着就走去上班。现在我去这旁边的一家早餐店，这是附近的，这是旁边的一家
早餐店。现在我进去吃早餐。我的这一份早饭一共是22元人民币，22元人民币。当然，我吃的比较丰盛，因为今天我还要拍视频，所以我会比较饿。一般你可以点15元人民币。我旁边的座位已经没有人了，他们已经去上班了。现在是9点40，现在这些上班的人，他们已经进去了，他们就在这样的写字楼里，在这样非常漂亮的写字楼里上班。这里是这座城市的商业区，商业就是做生意，商业区。这里有很多公司，这些楼里面有很多公司，这样的楼叫写字楼。写字楼里面有很多公司，这就是这座城市繁华的一面，这座城市光鲜亮丽的一面。但是这种光鲜亮丽的背后是什么呢？在杭州作为中国比较大的城市，这里几乎没有双休，就是星期六、星期天都休息，没有。大部分小公司都是单休，1个月休息4天，也有一些1个月休息6天的。双休不是没有，有很多的大公司他会说双休，就是星期六、星期天可以休息，但实际上那不是真的。实际上星期六、星期天，如果你有工作，你依然要上班，你依然要加班。这在杭州很常见，非常常见。如果你在大公司，很大的公司，加班有加班费，有钱，或者你加班，你可以调休，就是你可以有休息的时间，在不忙的时候。但是这只是大公司才有的，这叫福利待遇。对于大部分的其他公司而言，更多的中国年轻人，大家其实加班是没有钱的，也没有休息的。你当然可以选择不干啊，我不做这个工作，我不干。你不干，有的是人干，因为中国的毕业的年轻人太多，永远都有更年轻的，比你更年轻，愿意接受这些的人。现在是中午的时间，现在我去吃午饭。这是一家快餐店，中国的快餐店，就在这些公司的旁边，公司的附近有很多这样的快餐店。这些上班的年轻人会在这里面吃午饭。这是中国的快餐，这些菜可以自己选，选了以后，然后称重，越重就花越多的钱。我想问一下，你这一份大概多少人民币啊？30。
真的吗？本来就是30。 30。那个帅哥，你这一份多少元人民币？它叫家宝，我这份25。25。它叫家宝。哦，你好，你好。要加宝。就是你们平时的话，就是中午会吃这些，是吗？我已经吃了1个月了。吃了1个月了。办了卡吧，可以来。办了卡，就是每天都吃。那你会不会就自己做饭什么的呢？平时有时间吗？没什么时间做饭，挺晚了就随便弄点吃的。你们平时公司里的其他人，他们中午吃什么？外卖比较多。外卖。对，都点了外卖。就他们会点一些什么外卖呢？就也是比较有营养吗？没有营养。没有营养，全是高热量。高热量，一般吃点麻辣烫、肉饼、江河肉饼，还有那种什么黄焖鸡，什么还有鸭子，反正都是这种高油高碳水的，基本上。高油、高碳水、高糖。因为上班很累。就是饿得快，然后会想吃一些这种。他们一份外卖会比这个便宜一点吗？大概多少钱？便宜10块钱吧。19块左右，20块钱左右。20来块钱。当然他们会点一些额外点一些奶茶这种。哦，那加起来一天还是要花好几十块钱。一天下来估计40-50可能要的，加晚饭中饭。你们平时是12点下来吃饭，今天提前半个小时下来吃饭，对，就感觉赚到了。是的。可以多睡半小时。中午午休可以多睡半个小时。因为人太多了，所以有一些不认识的人，他们不认识会坐在同一张桌子上吃饭。这家店其实看起来还算有营养，更多年轻人会选择吃外卖或者吃一碗面。他们天天都点外卖吗？点外卖的人很多吧，那些小区里面啊、写字楼里面啊，很多呀。基本上都是年轻人中午吃外卖。差不多吧。那他们这些上班也一样，也是没有时间自己做饭。基本上来说都是没时间做嘛，还要点外卖吧。有时间做的话，自己不会做吗？自己基本上都肯定自己做的更安全一点，更健康一点吧。现在我跟着他们去买咖啡，这是瑞幸咖啡。这一杯大概会花多少人民币15到20。15到20人民币。打工人必备 Lucky Coffee。打工人必备。一般来讲，刚毕业的年轻人，就是这个年纪左右，大家这个工资多少钱？你觉得是一个平均水平啊？这个年纪左右，我觉得如果真实的水平，我感觉是在5000左右。5000左右。因为大部分高薪的招的人也比较少，也没那么多，大部分都是做这种基础的工作比较多吧，就助理啦，比如说还有甚至送外卖的这些，送外卖还算赚的比较多的了。送外卖的也有，就是从大学毕业出来的年轻人吗？现在很多学生毕业出来都找不到工作，这真实的情况现在。对。然后就跑外卖，好像门槛也比较低，然后需求量也比较大。你身边的同事他们的房租是多少？2500到3000。2500到3000一个月。哦，就在离市区通勤近一点的位置。很远。市区可能更贵啊。很远。你住得远吗？远啊。你上班要多久？1个小时半。一个半小时。对。你的房租应该很便宜吧？2000块。2000块。昨晚陪领导喝酒喝到了11点半。哇！是你你昨天晚上陪领导喝酒喝到11点半，喝到吐为止。我们领导这在中国很常见吗？就是加班陪领导喝酒。常不常见我不知道，但是我挺常见的。这是杭州的网红大楼，这里面每一个格子都住了人，大约有2万个人在里面，全是网红。网红就是网络上有很多粉丝的人。网红在以前，这栋楼每个月的
流水，每个月的钱可以抵一个县城1年的 GDP。在以前，现在不太行了。我身后就是网红大楼，也叫直播大楼。这里面的人大部分都做直播，就是你手机上会看到的直播。这些做直播的人叫主播。在中国找不到工作的年轻人很多都会选择做直播。在杭州有很多直播公司，你们刷的 TikTok 上面的直播，对，在中国有中国的 TikTok 叫抖音，抖音上面的直播，比如说跳舞的直播、唱歌的直播，卖东西的直播等等。卖东西的直播，比如说，欢迎各位新进直播间的家人们，咱们左上角点点关注，点亮一下灯牌，咱们小助理准备好，最后补一次货，咱们3、2、1上链接。好吧，我真的干过，但我不跳舞，也不唱歌，我也不卖东西，我是讲课、上课，我直播上课。这些主播他们说话非常快，就像我刚刚一样，而且他们总是要笑着，因为大家都喜欢笑的人。他们大部分1个月休息4天，也可能不休息，连续工作1个月到2个月，再休息一段时间。他们每天需要直播4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这听起来好像不难，但其实还有很多隐性的工作，就是看不见的工作。实际他们的工作时间可能超过10个小时一天，为什么这么累、这么辛苦，还是会有年轻人来直播呢？来做直播呢？因为普通的年轻人，刚毕业的年轻人工资是3000到6000人民币，在中国，但是直播可以拿到8000到10000人民币，甚至更高。虽然城市不一样，工作不一样，但一般来说，在中国，8000的工资很不错。如果能超过10000的工资，已经超过大部分人了。现在我去店里吃一份平时下班以后会吃的晚饭。这一份晚饭20元人民币。其实我的这一餐还算比较好，还算比较营养。很多年轻人下班以后，他们因为很累，他们可能吃各种各样的不健康的食物，这已经算比较健康了。就他那一次扣了。这是刚刚吃饭的年轻人他们吃的，这是在公司旁边的便利店、商店，他们可能会下来在便利店里吃晚饭，可能是一桶泡面、一个面包。吃完以后，他们就要上楼，继续工作，继续加班。现在已经是晚上9点半了，这些大楼的灯还是亮着的，
你能看到那些地方都有人，年轻人还在加班，他们还在工作，还在加班，还没有回家。可能回家的人，他们也是回到像我住的那样的房间，可能比我更好一点，也可能比我更差一点，但没什么差别。看，这种花叫郁金香。中国大城市里的年轻人，就像这些绿化带里的郁金香一样，必须绷紧神经才能留在这里，就像这座城市的精神面貌一样，永远新鲜。为什么这么辛苦，这么累，还要来大城市？去年2025年，中国的毕业生已经达到1200万人，工作很少，人很多。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很大，中国年轻人都不想再生孩子，不想再有下一代。不过说这些也不是为了抱怨，毕竟我们还能吃饱，能穿暖，至少我们的国家很安全，我们没有战争，已经很幸运了。讲这些不是为了抱怨，只是为了展示真实的一面。我刚毕业的时候，第一份工资只有2800元人民币一个月。我直到现在也并没有成功，但是今天我可以选择我喜欢的工作。我以前也会觉得我不想要小孩，我不想生孩子。可是当我的生活越来越好的时候，我会觉得总有一代人要去承担这个责任，不然我的孩子，我的下一代，他会和我走一样的路，他也会像我一样去到一个新的大城市，和我走一样的路，可能是上海、北京、Chicago、LA， 没有什么差别，他会一样的很辛苦、很累。或许我的孩子他不用像我一样把语言当作一种谋生的手段，或许他出生，他长大就在一个双语甚至3语的环境里面，这可能就是人类传承的意义，就是站在我的肩膀上去看更远的世界。Okay, if you like this, please give this video a like button. Not because we are celebrating the hardship, but because of you. 每一个还在认真生活的你。If you have learned something or you feel like this video gave you a new perspective, please send it to your friend who may be struggling. Let them know they're not alone. I don't think my country is perfect, and I don't think anyone else is either. There's no perfection in the world, except the part of you that still believe tomorrow could be better. Yeah, sounds cheesy, but it's kind of true. Okay, drop a comment if you want, and see you in the next video.